真的假的？他就是你那个初恋啊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说已经死了吗？我当时说的是失踪。你就从来没有讲清楚过。今天正好碰到这事儿，好好说说呗。我跟他高中就是同学，又是在一个班，但是接触的不多。不能吧？这看照片怎么也是校花级别了。哎，是不是特别多人追他？你说还是我说呀？你说。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京师大，一个专业一个班，又是老乡，所以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。这我自己脑补啊。你说重点。大一下半学期刚开学没多久，他突然就不见了。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，能联系的人我也都联系了，但是谁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。那你小子就这么放弃了？谁说我放弃了？我找了他整整3年。你小子不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吧？哎，我开车呢，大哥。嘛呢？你说这要跟咱们合作，这会不会尴尬呀？今天，啊，宋局，这次任务委屈你了。为了大局都是应该的。你手下那个安静还真挺有本事，情报这么有限，还真差点被他给盯上。这孩子可是我手上最好的苗子，你可别打主意把他挖走啊！说正事吧，目标人物叫陈灿，很久没在国内犯事了，这几年都在国外。这次回到双清，应该是盯上了 DS 材料的人工合成技术，鼎华集团手上的项目。对，这个技术有多重要，你应该清楚。后天有一个技术研讨会，鼎华已经向我们报备了。他们的首席研究员会在会上展示最新的研究进展。陈灿就是冲这个来的吧？应该是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抓捕绕这么大圈子？陈灿不是一个人，上级有指示，务必连根铲除。我懂了。陈灿一入境就做好了被我们盯上的准备，如果不给压力，他就会猜出来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，所以压力要给，而且要给他恰到好处，这样就会让他觉得是凭本事摆脱了我们。对。不过景天啊，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啊？如果说省厅事先就把整体的部署告诉我们双清局，是不是更稳妥一点？很多信息我也才是刚拿到，而且严格控制了知悉范围，所以上次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抱歉了。抱歉谈不上，都是工作。下一步有什么指示？陈灿入住的酒店我们已经查明，我的人在那儿看着。接下来看他有什么行动再说吧。你带了多少人过来？2个。韩叔，这是码头管理公司的老韩，是咱们老同志退下来，负责这边的安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气派吧？
专业卫星信号频段，高精度追踪定位，保密性天衣无缝。怎么样？我这里还不错吧？哎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把你安排在这儿，把我安排在家里啊？瞧你说的，能住家里不好啊？我还想早点回家呢。厉害啊！咱们居然有这么先进的行动站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新形势下新需求，这家伙利于隐蔽，行动自由，厉害着呢。这个人还没出过酒店。放心吧，没有，我的手机能连接监控，监视着。路上没跟任何人接触，应该是保持上下单线联系，盘算的挺仔细的。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呢，应该比咱们之前预判的要复杂。这个人的上线还不知道有几层呢。下一步部署完成了吗？办好了，秦天帮忙跟鼎华打了招呼，那个邹教授特别的配合。那就好，继续顺藤摸瓜，不管他有几层的上限，全部一网打尽。就在这儿，不光我跟丢了人，连天眼系统也没能再捕获到目标位置。我找了一整个晚上，连个影子都没找着。这个人还故意调整了步态，看来他对我们的技术跟踪手段非常了解。行，那回头我再筛查一遍戴着帽子、步态有异常的人。试试吧，我觉得别抱太大希望。嗨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你说的，有时候笨办法是最好的办法。走吧，他们那边应该也有结果了。怎么样了？初步拟定了几个目标，但以现有的情报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。鼎华技术研讨会，这会啊，鼎华跟咱们报备过，届时呢，全国各地会有很多行业内的专家来参会。我们也在网上搜了一下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么大型的会议却没有任何相关报道。为了保密，聊什么呢？宋局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想申请一次行动。什么行动？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干等着，我们应该主动去搜索。这是经过分析 ，Blaster 有可能去的几个目标。基于什么做的判断啊？这个人呢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我们判断他是一个专业的商业间谍。这样的人出手，应该不是小打小闹。所以呢，我们列举了双清几个技术型的企业，还有几个即将会展开的大型会议，我们准备分头蹲守。瞎猫撞死耗子，这不是浪费行动资源吗？宋局，我觉得按目前情况来看，科长的方案已经是最优方案了。我们要是什么都不干，那才是浪费行动资源的。你说什么？宋局，我想单独跟您聊几句。这什么情况？安科长又要训话呀？我知道我有时候挺讨厌的，但是工作需要，我必须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说。首先，我100%相信您的忠诚，所以我相信，您这样做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就是，我觉得您对于跟丢目标这件事情，不是很在乎。是吗？那要不我在乎在乎？这次的行动失败，本来我们没打算追究谁的责任，但是现在想想，是我平时对你们太放纵了，确实是不够在乎。那这样吧，
这个案子你别跟了啊！哎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讲工作就直接说，别跟我绕弯子。那我说了，我认为，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，根本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对目标进行精准定位，所以我建议要把我们的侦查员都扑出去，就算真的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也比什么都不做的强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批准我这次的行动，给我个机会找回目标，让案子重新回到正轨。隐蔽侦查，不许暴露。明白。他明知有风险，为什么还要来双清？他不得不来吗？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商业间谍，那他出手肯定也不是为了普通的目标，铤而走险，一定是为了巨大的利益。等天眼系统查到踪迹，这人早就跑了。没错，他不可能逗留太久。他要是出手，一定是在近期。他怎么知道会有人监控？他能目的近期有价值的商业情报，那就反向排查，预判他的行动目标，等他自投罗网。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就发现了。现在有很多企业还是按照那种低效率、低科技的运营模式在生产作业。哎，我想请问你，现在什么年代？这么下去就是浪费。老总，这好好的研讨会，让你们庞总开成批斗会了。而且三里。哎，老总，原来不是说苗总和林总也过来开会吗？怎么没过来呀？庞总是分管技术出的，当然得他来。哦，在鼎华这种现象绝不允许。目标确认。讲，目标已经出现，他假扮成了会场的人员，应该是要动手了。好，邹教授那边已经安排好了。明白。企业的进步跟个人的进步是一样的，它需要一个过程，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对吧？我庞一山作为鼎华的副总，我就亲眼见证了鼎华是如何从一步一步曾经的旧模式，发展到了如今的行业标杆，我感到骄傲。所以今天我总是在强调，这个会不光是要讨论技术，更重要的是要讨论管理问题，只有管理才是重中之重。我今天可能话说的有点多啊，然后有些话说的有点重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大家今天还是能把我这番话听进去，分析一下对错。如果是对的，我希望大家还是能记在心里，因为毕竟是为了我们共同利益，对吗？好，我今天就说到这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鼎华的首席研究员、材料学专家、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项目的负责人邹珏、邹教授上台讲话。各位专家，各位领导，我十分清楚，大家千里迢迢相聚在双清市，一定是对 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的最新进展抱以高度的关注。相关数据呢，就在我这台笔记本电脑里。我也承诺，一定会如约向大家展示。但是，我恳请各位
少安勿躁。我想先讲一讲稀有金属资源的面临的安全问题。数据特征确认，目标已经得手了。很好，开始追踪。OK。不是吧？请听，紧急情况。会议应该已经开始了。咱们怎么定？你去后门吧，找个位置。明白。喂，宋局。马上回来开会。可是我刚到这儿啊。这边事情更要紧，赶紧回来。宋局，好像出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我刚刚跟目标打了个照面，之前杜某跟过他，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。如果暴露了，继续跟下去就没有意义了，抓不着？宋局，目标现在离开，很可能已经得手了，不能让他逃走。执行抓捕。明白。站住！带走了。刚才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执行抓捕是最好的选择。可这人抓进去了，这还怎么钓鱼呢？对了，他把数据发出去没有？那就还好。先静观其变吧。这个专业级的数据吸盘能自动连接附近电脑设备并复制数据。我检查过，里面有一组加密文件。数据已经发出去了。手机邮箱里没有已发信息，但不能排除是发送之后删除了，得送到技术科进一步检查。好，尽快确认吧。太及时了，再晚半步他可能就得手了。哎，科长，你们怎么发现他的？目标有一个习惯性动作，他紧张的时候会松领带。这细节抓的厉害啊！安静，到我办公室来。我跟你怎么说的？隐蔽侦查绝不能暴露，搞成这个局面，怎么收场？我是不是搅了谁的行动啊？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了，省厅有专门人盯着这个目标，本来打算放他走，引出他的上线，
这也说不过去啊。他不是已经拿到数据了吗？就算放他走，他只会有更多的机会把数据传出去。就算引出他的上线，数据已经传出去了，不也算我们行动失败吗？难道数据是假的？行了，别瞎猜了啊！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啊？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，让目标先发现你们啊？这次行动失败，责任都在我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你少在这给杜梦达掩护，你回去告诉他，给我好好写检讨。这白菜惹你了，还是跟这盆有仇啊你？他这是干嘛去了？一天一宿不回家的。儿子难得回来一次，他那么多同学朋友，还不得聚一聚？从小就这个德行，一玩起来就没日没夜的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样的。哎，这不又赖到我这儿来了啊？儿子这么大了，还得让他每天回来给你报道上不成？哟，长脾气了。倾听，邹教授电脑里我们已经。有事吗？没事，是我爸。那继续吧。通过事先植入电脑里的木马程序，我们已经成功的定位了陈灿的上线。但是如果陈灿在被捕之前没能及时发送信息，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次的行动失败。那现在怎么能确定陈灿被捕的消息是否泄露出去了？他没有警告上线？确实没有。这个木马程序能够彻底的监控陈灿的手机，他在被捕之前只发送了偷来的文件，没有发送其他任何信息。那好，谈谈他上线的情况吧。刘宝强，35岁，双清本地人，男。之前在国企工作，但是后来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了。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，找不到任何犯罪证据。小人物。应该也就是个中间人，拿钱办事那种，可能并不知道内情。当然，也不排除这个人是在伪装。我查了他最近所有的通话记录，没有异常。我会把这些通告市局，请他们盯着刘宝强。请听，陈灿的审讯非常重要，请您批准我们接入市局的监控系统，观察审讯过程。好，我来协调。什么数据洗盘？不是我都不知道，你们说这个商业窃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你吗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你回国就为干这个，当服务生，个人爱好。个人爱好，当服务生。个人爱好。你呀，还算专业，知道证据分散丢弃，也知道清除指纹。这个水杯底部和数据吸盘上有相同的胶质残留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过去送杯水。会场准备的杯子，我怎么知道底下放的什么东西？水杯，还有那套服务生的衣服，我们是一起发现的。水杯上的指纹你可以抹去，但是衣服上的残留皮肤组织
你清理不掉。这是你的直接证据，证实是你拿走了数据吸盘。更不用说，我们已经恢复了你手机的邮件记录。赖你是赖不掉了，省下功夫吧。马上，有点怪。你看，从收到邮件到现在，已经快5个小时了吧？差不多。这说不通啊！这个烫手的山芋，他干嘛要留在自己手上，还不送货？而且刘宝强好像非常着急。我们呢，已经知道你不是单独作案，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上线的相关信息。那挺好。你背后的买家是谁？不清楚。跑你是跑不了了，这么抗拒有意义吗？没抗拒啊，就是不清楚。他在干嘛？这么长时间跟外界一点联系都没有。应该在等接头通知。可他不跟任何人联系，上线怎么知道他已经拿到数据了？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提供对案情侦破有利的证据，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，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，我们都可以考虑。那你说这个陈灿他到底图什么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他现在拿到钱也花不了，为什么还要帮买家死扛着呢？这个陈灿是个雇佣的商业间谍，做这行无非是为了图个享乐。那如果换位思考，这个间谍是我，那么在这种时候，自己的行业名誉不是那么有意义，少坐2年牢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说，会不会是有人威胁他？有这个可能。等等，子轩，把画面倒回去。停。半个小时之内，他这个动作至少做了10次。他在看什么？墙上的东西。钟。我看过一份卷宗，是审听2年前的一个案件。对，情况跟这个类似。目标被捕后一直不肯合作，之后突然开口，要联系他的上线，目的是要求减刑。但联络之后，他的上线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，直到半年后，他的上线在第2案件中被捕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方才知道，其实当时他们设定了联络时限，但是一旦超时，交易就会自动终止。这是最合理的解释。明白了，陈灿是想做出合作的假象，既想争取宽大处理，又不想得罪他的客户。你看，陈灿一直在注意着时间，他是想拖住我们。而刘宝强，他是担心过了时间，交易终止，自己拿不到酬劳。这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断。我出去一下，你继续审。宋局，来。省厅那边说，他们处理过类似的案子，说陈灿有可能是故意拖延时间，想号的交易自动取消。
陈灿，你这样抵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跟我们撂个底吧，你怎么才能张嘴说话？那你也得将心比心吧，别总跟我说什么宽大处理这种空话。我就是想知道，能宽大到什么地步啊？减多少刑啊？这个得依法判决，我们说了不算。那就别谈了。刑法里写得很清楚，如果有立功行为，可以酌情的减轻处罚。你这次作案未遂，没能造成重大损失。如果你可以提供有力的帮助，我们可以考虑。可以什么呀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样的叫有力的帮助呢？比方说，让刘宝强按时送货。我都不知道那个送货的叫什么名字，看来你们还真是顺着藤摸着瓜了呀！啊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棋高一招啊？陈灿，我告诉你啊，一旦刘宝强被捕，你就没有任何宽大的可能性了啊！对了，你给你爸回电话没有？就给你爸回个电话吧。没人接，估计太晚了，应该睡了。以你的保密级别，你父母应该不知道你在国安工作吧？难为你了，就算有家里人支持，压力也不小。更何况还要瞒着他们。其实说实话，刚加入国安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就坐办公室，分析分析情报什么的。后悔啦？主要还是闲下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孤独。我负责的工作，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在扮演别人，又或者说，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自己神经一直紧绷着，久而久之就习惯了。其实我有时候特别焦虑，哪怕自己做个饭、洗个衣服，也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很多时候会认为，自己因为这个工作已经不正常了。与魔鬼战斗的人，要记住自己不要变成魔鬼。当你凝视深渊，同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这个您放心吧，还不至于，我有调节的办法。那就好。其实干咱们这行的，有几个不这样，但又有几个后悔过呢？倾听您也是一样吧。我看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去歇会儿，我跟贺子轩先盯会儿。弄好了，一会儿你们两个继续去审，一定要在不经意间让他看到你们的手表。你们刚才注意看他的手指了吗？他一直在自己掐时间。咱们4个换岗，换一次岗只调一次时间。明白。
科长，松口了。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了？我现在时间6点10分。6点10分。说吧。之前说过的算数吗？我帮你们联系那个送货的，你们就得给我争取减刑。这是2个版本的审讯记录，一个说你积极配合，一个说你拒不交代。你自己想好要在哪份上面签字吧。哎。 行，我们事先都定好了，买家要收到我的确认信息才会联系那个送货的。怎么确认？一封电子邮件，内容空白的。我先把文件发给送货的，然后再给买家发一封空白邮件当做确认，他们自己联系交付，跟我就没有关系了。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。 我一不知道交易地点，二不知道交易方式，哼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买家的邮箱你说一下。17663868699雅虎.com。放心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还帮他干嘛呀？他又不会多给我1分钱。 邮箱已验证无误。哎，我还没签字呢。你们定的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吧？只要超过了6点，再给对方发任何邮件，已经都没有用了。别想了，我们的表都动了手脚。现在的时间是5点45分。 误导案情是重罪，你等着数罪并罚吧。你们耍我！你们耍我！给这小子气的，我都看见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了。安静，说一下行动部署。 刚刚呢，已经收到小李那边传来的信儿，买家已经跟刘宝强联系了，但通话时间只有3秒，所以没办法定位。侦查科分为3组，我负责现场调度，还有信息监控。A 组杜某到，即刻去跟小李会合，从目标离开公寓开始，全程跟着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，刘宝强并未接受过反侦查训练，但是。 同样不能放松警惕。是。B 组老六到。他们很有可能是当面交易，也有可能是人货分离。但无论如何，刘宝强到达交易现场以后，你要紧盯货物。明白。C 组王佐到。你带人机动待命，随时观察交易现场周边的情况，有任何变化即刻汇报。是。很好，按这个方案执行。你坐下。 我说2句啊。这次省厅下达的任务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大家心里边可能有一些不解，甚至是不满，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部分的情报，对吧？你们要记得，上级部门不会无故的做出这样的安排。顺利的完成了任务，你们就知道答案了。在此之前，集中精力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。这次行动，省厅会提供技术支持，别搞砸了。 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也许没有人知道
你的名字，像置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，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，燃烧青春，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，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使命，不惧风雨勇敢前行。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就是可以日夜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，因为热爱所以不忘初心，燃烧热血勇敢前行。一生不悔，哪怕一生